大家好，我是韩博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手腕和手臂的放松。很多人会发私信问我说，我弹琴手腕和手臂酸疼是怎么回事？我其实想说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弹琴的时候，手腕和手臂的僵硬是在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。我们感受到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僵硬了很久了，手腕和手臂都已经开始酸痛了，这个时候已经晚了。手腕和手臂的放松呢，应该是从头抓起，也就是在刚学琴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个基础的感觉给找对。这个很关键啊，因为我看很多学生在刚开始学琴的时候，没有把手的位置、形状以及用力的方式找对，然后这个坏的用力方式呢，就逐渐变成了习惯，后面就变得很难改。我之前有一个新学生上来第一节课弹肖邦练习曲10/4，然后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练都练不快，而且我弹得特别累。”但是其实弹不快只是一个表证啊，深层原因是因为手臂太紧了，手腕也不会灵活的用推送的来运用这个力量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他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手臂酸，但其实已经有点晚了，因为手臂紧了很多年了。这个时候用肖邦练习曲，比如说10/4是很难把它改过来的，只能再往回拉，用一个简单一点的练习曲把这个发力的方式给找对了。所以一开始要怎么把手腕和手臂放松的方式给找对呢？手腕的放松我们可以这样子啊，把手举起来，我就想象这个手像你的头在做广播体操的头部运动一样，前后左右，还可以转圈儿。那注意在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，你的手臂不能跟着晃来晃去。然后前后的时候就像招财猫，左右的时候就像在招手，然后转圈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感觉带到钢琴上。我们的手放到钢琴上以后呢，也应该像在空中一样放松和灵活。比如说我们在弹音阶的时候，可以想象手腕被一根绳子牵着往右，然后往左。如果手腕僵住的话，就会是这样子。手腕和手臂的放松还可以用落滚来体会。我们可以先用小的落滚来感受手腕的放松，从离键盘有一点点的距离落下来，下到底之后，抬起来的过程中弹第二个音。注意第二个音是在手腕起的过程中，像是被推进去似的弹下去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手腕要有从上到下再上的动作，但是手指呢是像吸铁石一样，不能离开键盘太远。如果手指跟着手腕抬高的话，就变成了大型甩手现场。大落滚的方法大同小异，只不过是动作大一点，这个抬的动作就会带到手臂。注意下的时候力量要下到底，抬的时候手指不能跟着手臂抬太高，不能这样甩。还有一个方法呢，是弹爬音的前4个音，用小指来结束。想象一下，你的手腕、手臂是一体的，是可以晃来晃去的。试图感觉着整个手臂是放松的，有手指挂在键盘上的。在手指不离开键盘的情况下，手臂和手腕是可以随意摇摆的。如果僵住了，就会是这样子。弹起来就会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些就是今天的分享啦。我们练琴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于求成，一步一步走稳了，把基本功打稳了，再往前走。因为如果已经有了很多错误的习惯的话，后面是比较难改的，而且到了一个特定的高度就很难再往上拔了。那有任何其他问题都欢迎给我留言，拜拜。